只想和你朝来暮往，看人间辛爽。醒了，我刚从河里抓了几条小鱼，烤着呢，一会儿吃啊。怎么了？这里是？睡傻了？大泽山禁谷呀。刚找到小火凤的仙缘回来，你一回来就睡了一大觉，这都想不起来，看来真是累了。来吧，去当会儿休息，等我烤完鱼，晚上就能吃了。玩吧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大泽山找师兄他们？我们现在就在大泽山啊。我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？会好的，阿印。大泽山的一切都会好的。嗯。桂花糕，好吃吗？我还没吃呢。你尝尝。啊。嗯，好吃。怎么样？嗯。嗯，这个好玩。哼，你看。阿印，怎么了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我找不见你了。我去给你买点心了。大后生啊，你可得看好你这小媳妇儿。刚才她寻不着你呢，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才没有呢。别哭，我在呢。跟我来。这两个吧，我要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这个在我们这儿可是很灵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人界一起买同心结是什么意思？知道。你不是喜欢？何印，
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这些年一直都喜欢错了人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华叔在梧桐岛上救了我，我便以为我对他的感恩是喜欢，但我后来才发现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华叔，而是凤影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没听我说完呢。我后来才发现，我不仅是弄错了人，我还弄错了我的感情。我对凤影的感情叫感恩，至于喜欢，阿燕，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，陪我出生入死的人也是你，才是那个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人，是我真正喜欢的人。这是在说什么？没听清我跟你说，这种话你能说第2遍吗？我听清了。生日快乐，阿锦！希望你往后每一个生辰，我都能陪在你身边。醒了。你怎么会在我梦里？我看你在这睡着了。我原本只是想把你抱进屋里，但没想到你的意识邀我进了你的梦里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下次。我没生气，没事。你方才说你没有生气。红手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，青丝的事情，大泽山的事情，你为我炼化神丹所做的一切，你都知道了。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吧。我学了几道人间的小菜，可以做给你尝尝。等等，说什么一笔勾销？就是你想的。哪一件？只想和你朝来暮往。燕霜，你当真放下了吗？
如今你与莲溪亲事已定，阿九那家伙也追悔莫及了。风影，风影，不是说我目视更衣之时，你先暂避一下吗？如此大的梧桐岛，找不到一时暂避之处。哦，你不是说你做了几道人间小菜，想跟我共饮吗？我特地来接你的。我早已备好了，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来。好，那我在那边等你。你不着急啊，你慢慢打扮。阿九，你在这做什么？哎，这是凤影为我准备的梨花酿。凤影请我来吃饭，怎么，酒不能喝啊？他还请你了？元启，坐，陪我喝酒。你怎么了？如今燕爽和莲溪已经定亲了。定亲了？咱们算是同病相怜，要不喝个痛快？你呀，你就是明白自己的心意太晚了。哼，我的心意我自己不知，难道你就知道了？你想想你自己的性子，若是没有感情，怎么能跟他在人间相伴千年呢？一起待了1000年，如今我却成了外人。不然呢？与燕爽订婚的是莲溪，于他而言，你当然就只是外人了。你要来的再晚些，那梨花酿都要被他喝光了。今日这一顿，本来就是请阿九吃的，是看他心情不好，想宽慰宽慰他。阿九，燕爽已经等了你1000年了，如今他不想等了，你也该好好想想。我的心思是驽钝了些，但他就这样急匆匆的订婚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缘分本就是稍纵即逝，错过便就是错过。有时候，做朋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哎，这话还真没错。当朋友的好处，你看啊，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去看看他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，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你就可以赖在他的身边不走啊。仙界时间那么漫长，很多缘分可以继续的嘛。你还真是好的不教，这些赖皮的本事倒是倾囊相授啊。我这不是看阿九撞了南墙，想让他开心一点吗？来。喂，喂，我还在这儿呢。啊什么啊？枉我以为跟你同病相怜，找你喝酒，还被塞了一嘴蜜糖。我看你也真是言传身教，这死皮赖脸的功夫，凤影还真拿你没办法。过奖，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有一些成功经验，与你分享一下罢了。是否真的成功，那也得看我心情吧。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我走。
我自己去喝个够。阿九，阿九，我要不还是去陪他喝几杯闷酒吧。阿九，阿宇，姐姐，我今日来其实是想请姐姐答应我一件事的。我决定要去人间历练，积善德，提修为，像青衣哥哥一样勤勉修习。说不准我将来能跟他一样，成为那么厉害的仙君。好，我们阿宇啊，真是长大了。抓住了，抓住了！阿宇，可有事？哥哥姐姐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跟青衣一样，记挂你，便过来看看。是魔族的东西。魔族？大侠，饶命啊！大侠，说，此网来自何人？我家老爷得了重病，今日有人禀报说他就是灵丹之体，抓了他炼丹就能救活我们家老爷性命。这破网子就是他给我的。那人现在在哪儿？给了网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走了。他们能用有魔气的网来对付阿宇，看来早有准备。阿宇刚下凡历劫，是华叔促成的，此事跟华叔脱不了干系。不管他想做什么都没有用，只要我们彻底封住紫月，白鸟岛一切阴谋都不会得逞。事有轻重缓急，阿宇有我护着，你们办大事要紧。既是如此，那阿宇就交给你了。可如今要怎么追踪到紫月的入口？这网上既然有魔气，用附魔石一点一点找过去，总能找得到。附魔石。怎么会凭空不见呢？难道是有什么隐匿大法？有，这整座山就是一个藏匿结界。这么大的阵仗，三界居然一点都没有发觉，这恐怕需要相当恐怖的法力才行。陆明仙君。别爽！紫月照三界，我人送君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今日人间当值，随便转转。陆明仙君不惜入魔提升修为，为何会冰结，自保仙缘？恐怕这就是如今九渊结界濒临破碎的原因。紫月在此设出口，一是为了让魔气更加肆无忌惮，引诱所有的入魔者来到此处失去神智；二是为了避开仙界，好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，冲击结界。如此看来，这隐匿结界就是为了隐蔽紫月的存在。想必此阵之后，便就是通道。幽君，看来三界中不少人变成了这样。人界不像三界有层层保护，魔气直通人界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变得邪念横生，世间大乱。这通道魔气太重，依靠我们难以封住。要不要我去天空搬救兵？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。等救兵来时机，怕也错过了。更何况，现在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已入魔。要是他们源源不断涌来此处，
就来不及了。我来吧。你要做什么？如今最快的方法就是用混沌神力毁了这处通道。光是法力，就已经会遭受天罚了，更何况是神力。算了，要法变法呗。连起。通道已毁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将这个幽君带去找敖哥，将此消息告诉他。方才毁了通道的动作定会让魔族察觉，我们去告诉仙界，封闭北海，撤出其他线索。那我去禀告风渊陛下，正好阿羽历练结束，我可以护送他回仙界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点小事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。还不赶紧追？燕爽飞得很快的，这一次再不去，可就没机会了。死缠烂打就死缠烂打吧，反正放心不下。走了。神君为何会扛不住天雷？是天罚。当初假力婚约骗取神光的绳索还没有收完。那既然是天罚，我为什么会没有事情？他的意思是，您没事。他把所有的天劫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。元气，主任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几道天雷而已，无妨的。怎么会这么虚弱呢？难道是因为在凡间妄动神法，所以罚上加罚了？小师叔！哎呀，仙君，仙君！小师叔，你快看！我来此地做事。小师叔，仙君，贤善师兄。在下阿善，本也无门无派，真不是诸位的师尊、师兄。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他是天宫新招的司职仙君，竟与师尊的模样分毫不差。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能不能放我走啊？武神倒是曾经说过，祖神虽去，但仍关怀于天地之间。我想或许是因为大泽山弟子为了对抗魔族而牺牲，感动了祖神，让一切有了挽回的余地。那到底是只有师尊回来，还是所有大泽山弟子都会重获生机？山门卷，小师叔，你快看看，山门卷可有不同？小师叔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师尊，整个大泽山都重获新生了。青叶，从今日起，你来做大泽山掌教。我。现在整个大泽山就除你资历最深，不是你是谁？我。重启大泽山，就只针你了。
交给你了。按图所记，早晚可以一一找到所有的弟子，聚齐弟子之后带到大泽山。我想，到时仙脉必能重塑。大泽山仙脉重塑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师尊，你既无门无派，可愿再入我大泽山，成为我大泽山弟子？刚刚听你们说了这么多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，就是说我与大泽山有前缘。其实我是在睡觉的时候被仙人指引，才走入仙途的。那位仙人的模样，现在想已经模糊了，但着实让我觉得熟悉。那既然这样，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你名为善，可唤作上善若水之善。他与大泽山贤字辈，便叫你贤善吧。贤善。师尊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当恕弟子一拜。不，您才是师尊，是弟子拜您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师尊始终是师尊。哎呀，是您，您才是，让弟子拜您。要一一找齐弟子并不容易，只可惜我尚未痊愈，还无法跟青一同去找。你放心，其他的事情又交给我。你也知道，大泽山一直是我最念想又不敢念想的。我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，再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，可还好，如今倒是有希望。我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没事的，正好这几日我在金石宫先养伤。若在这段时间，你与青衣找齐了弟子，到时我们一同重启大泽山。仙人梦中指点，说我有仙缘，果然。只剩下贤竹师叔了，偏偏只有他全无记载，想寻他，连个方向也没有。贤竹师兄上过青龙台，他原就仙缘动荡过，险些没有救回来，会不会是因此受了影响？青龙台，你知道在青龙台受过行仙力动荡的仙君，下凡历劫后会去哪里吗？青龙台。青龙台附近。千年前缘起是这么跟你说的。奇怪，小师叔似乎1000年前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叫我出去历练也是，叫我回来的时机也恰好，怎么都像是算到了我会在这个时刻接受大泽山掌门令，带领大泽山所有弟子回归一般。我问过云清、青云，他们都是在梦境里受到了一位仙君的引导，得了契机才入了仙境。师尊也是这么说的。可惜他们都忘记了那位仙君的模样，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小师叔？不妨事。
等找到仙珠师兄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老子早就看这个青龙台不顺眼了，今儿我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。仙珠师兄，住手！见过凤凰。多有失礼，此珠交给我吧。你谁啊你？你干嘛？青龙台乃万年神石所铸，凭你区区几百年道行想毁了它，你只会被神力反噬，伤了自己。你怎么跟我梦里那个仙君说的一样？看来是得找个仙家好好修行啊，才能了却我这个心愿。你梦里所说的那位仙君，是他指引你到仙途来的。哎，我也觉得他来头古怪，可是我又觉得他亲近，他却施术让我把他给忘了。还好我机警，提前啊把他的画像给画了下来，还想着以后找机会探探他的楼底。就是他。真是小师叔。也就是说，小师叔在大泽山弟子历劫之时，就将他们一一找到，还将他们引入仙界。他果真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大泽山弟子会重获生机，可他为什么不说？又为什么在眼下这个时机让我们拿山门到这里来寻他？青衣，仙珠师兄就交给你了。贤竹？缘起。怎么会这样？自从你涅槃归来之后，小神君就这么一直撑着。如今他神元耗尽，肉身消散，仅靠着元神间的混沌之力才勉强化形。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活着。都是为了大泽山。混沌真神的神力虽然可以重聚仙元，但是想要复活大泽山所有的弟子，这点神力是微不足道的。生老病死乃三界自然之法则，就算是神，也没有办法轻易去打破。当初小神君初登神位，用掉了9分神元，耗尽心血，才重聚大泽山所有的仙元和仙脉。
没事吧？此阵虽成，但以神元蕴养仙山还需1000年。在此1000年间，不能出任何意外。主人，我最大的罪过，就是因我种种，害大泽山覆灭。可他却舍命换回了所有人，弥补了这个罪过。大泽山重生之日，也就是阿英重回3界之时，所以他本就算好了。那个时候，魔族动作越来越多，您又成为了众矢之的，小神君恐怕难再护您周全，所以才顺势下令将您软禁。即日起，将阿英禁于4兵殿，此后禁足青池宫不得再入仙妖2界，直至大泽山重生之日。与其让他对这3界失望，不如让他对我失望吧。更何况，纵然我想保护他，我又能护他到几时呢？我也确实后悔过，他不过是一只逆天改命、逆天而出的水灵兽。若不是我当初在禁锢之中偶然将他孵化而出，这一切他本就不该面对。不如让他忘了一切，去了青池宫，那里有母山设下的护山大阵，还有你的照顾，他定会无事。说他是我的劫难吗？或许我是他的劫难。让他忘了我，重新开始吧。我现在只想他好好活着，怎样都好。他根本就没想把我用尽于此。诸事难料啊！没想到您又为了小神君闯入了罗刹地。当时小神君对阵灵敌，神力早已难支。若不尽快让仙妖2边赶紧退兵，后龙不敢生死，也才更难护您周全。以阿英现在的仙力，无论他体内是否有魔，都会在9天玄雷之下烟消云散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我愿意受9天玄雷之刑，以证我清白。阿英，冤气神君，阿英将胡英从锁仙塔放出来，造成今日罗刹地惨案，是阿英之错，请神君降下玄雷之法。我那时候为何偏偏不动他？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为难，我还让他亲眼看着我灰飞烟灭，让他孤单等等1000年。当我涅槃后，我还如此冷眼淡待。9分神元救了大泽山，可还有1分，为何会这样？主人寻你千年，最后寻到你仅剩的那1分仙元已经快要散了，所以主人他才用他最后1分神元许了你无生计。求你放弃吧。神力救不了他，我便用我的神元救他。不行，主人，这是你最后1分神元，你若击出，将性命难系啊！主人，主人，阿英是被我害死的，
若是我没有办法让他活着回来，我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？因为我凤仪，你为何在这儿？你怎么了？你骗了我们所有人。你说要找到所有人，大泽山山脉才能重启。可大泽山已经好好的，所有人都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。这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所以这就是你告诉我的两全之法。对不起。可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，束手无策。不是的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我会努力想办法。找了你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好不容易把大泽山的大家找回来，我会想办法好好活下去的。我也不想走，想一直陪着你。我会救你，我会去找办法。哎，大人，这个不能扔，不能扔，这个不能扔。哎，您看就好了，看就好了。哎呀，伏魔大战之前的古籍，肯定有祖神塑神的记载，一定能找到救元气的办法。之前的文卷为何都没有了？哦，回凤凰，孔雀树都放有竹牌，应是被人借走了。小仙也不知那些书卷何时会归还。借走了？啊，之前在文娟库就说被借走了，如今在藏书阁又是被借走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夫的藏书阁，看书乱扔，这是陋习，陋习，你知道吗？文曲星，上古时期关于神诞生的那些古籍被谁给借走了？这老夫又不是天天盯着藏书阁，这哪能知道？啊，对了，今年人界科举考试又马上开始了，新科的状元，我投骰子还没有投出来呢，先走了啊，走了。傅成，放开我，快放我下来！君子得荣，斯文而贤呀，快放老夫下来！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伏魔大战之前的古籍上哪儿去？你若再不说，我不建议一帮烧了你这藏书阁。哎，父皇大人不要冲动。老夫说，是长雀大人。长雀。
凤凰，您怎么来了？果然在你这儿。袁启让你这么做的。他知道我会去查，所以把有关的文件全部藏了起来。你们在隐瞒什么？还是说，你们已经知道要如何救他？为何不说？只有将元神池中的池水蓄满，小神君才可以重聚神元。但是每位神君开启元神池，就必须让自己心爱之人献出自己的本源作为献祭。当年颐和真神为救帝卷之神，不惜献出了自己的混沌本源，才开启了元神池。真神乃受天地之供养，只要神元未损，便能存世。想要救小神君，必须凤凰献出自己的凤丹才行。但您不懂真神，失去凤丹便会消亡。小神君正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让我将所有的文卷偷偷藏起来。他说，绝对不能让您知道半点蛛丝马迹。我们都想救小神君，但也不想看到您受到任何伤害。所以我去偷偷翻阅了小神君让我封存起来的文卷，想从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办法。但是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如此倒简单多了。凤爷，怎么了？元气，你隐瞒了所有人，牺牲了自己，复活了大泽山。最后一份神元也为了救我，你需要我的凤丹，我难道会舍不得吗？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不要你的凤丹，我好得很。好得很。元神剑，你说，他还能撑多久？以残存在我剑身上的混沌之力，元神剑，说，只怕不足3月。我可以救你的。凤爷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回来，我知足了。1000年前我失去了阿英，1000年之后，你忍心让我失去你吗？可我怎么忍心失去你？小神君，红绸姑姑，怎么了？发生何事？凤凰殿下，红绸深知从前做错太多，但凤凰和神君未曾追究，令红绸愧不敢当。今日红绸无论如何也要说出一件神界禁密，来弥补往日之过。日后，就算颐和真神重罚，红绸也甘愿。神界禁密，姑姑起来说吧。其实，要想让小神君重塑神元，除了凤丹，还有一个办法。有一物可替代凤丹开启元神池，那便是开界元晶。此物乃祖神为开辟各界时留下的根本，它无根无凭，不具武灵属性，却可以吸纳万物的元气，蕴养为仙。所以，只要在开界元晶上附上殿下的凤焰，它便可以吸收殿下的本源之气，加以蕴养，便可以替代凤丹。开界元晶在何处？这世上唯一留存的一块，乃祖神为封印冥起，开辟9渊煞域时产生的，所以那块开界元晶就在9渊煞域之中。凤爷，
神君，凤凰，末将一直在警戒北海。就在刚刚，玄池的弱水洞中突然出现了浓重的魔气，末将等还未来得及禀奏天帝，不少兵将便被魔气吸了进去。听到了吗？此地完全被魔气浸染，太危险了。此处等我。凤野，开界元晶和我的凤丹，你总要选一个的。总有办法的，你先别冲动好吗？只有开界元晶能够救你，此行我必须要忙。凤野，元神剑，小凤君，凤眼，父臣。凤野，别去，至少不是现在。如今之若水洞已与九渊煞域合二为一，若我们轻举妄动，很有可能会让九渊现世。你还记得，我与敖哥说要找到封印九渊的方法。我如今已有发现，等我确定，我们再去找那开界元晶也不迟。我会找到办法，何况不是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我撑得住。好，那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好。原来是要带我来这儿，真好啊，一切都没变。是因为有你，才会恢复生机的。所以你让浮尘拉着元神剑去喝酒，把我单独叫来这里，就是为了看看。子建在大泽山的时候，便就喜欢吃吃喝喝。我也与你说过，想做什么便就做什么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酿豆腐、酱肘子，还有这梨花酿，没想到千年之后还能喝到你亲手酿的。这是人界好玩的玩意儿，叫皮影。他会讲述一段故事。你看，望春之下一。这就是人间的皮影吗？我去。凤影，这酒，梨花酿下次再与你喝。这酒是百日醉。为何？我知你不想让我去涉险，但九渊煞域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。元气，这些年你做了太多，剩下的时间交给我来做。元气。你手岁岁。
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，才把元神界那小子给敲晕了。哎，你这会儿来幽冥界做什么？哎，风言，我是来找修言的。他亲历了7万年前的伏魔大战，又亲自将冥器给封印。如今他一半的内丹所化之心就在九渊煞域之中。开界元晶之事，他应该是知道。晃中宝。3生石。凤眼，凤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秀妍，走。啊，那个，他不在。他不在，那他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你别再跟我闹了，此事事关元气，我真的很着急。今日我一定要找到秀妍的。为何修炼楼会变成望州？修妍，可是修妍出事了。说话呀！修妍他封住了敖哥所有关于他的记忆。修妍说，他感受到了他的那一半残弹，已经没有办法封住九渊的结界了，所以他就打算去九渊，让2半内丹合二为一。他想要尽全力守住九渊，他要用他一人之力对抗冥器。他说他虽然没有办法撑住太久，可是他会尽力帮大家争取时间的。修妍他是抱着内丹尽损的决心去的，所以他才会在临行前施法把敖哥关于他的所有的记忆都消除。风爷，可是我真的不想看敖哥就这么把他给忘了。这如今九渊煞域的结界就要被冲破了，如此一来，修妍危在旦夕了。九渊煞域我一定会去，但若是想要救出修妍，必得有敖哥相助。可是修妍他这么做，就是不想敖哥替他冒险。敖哥更不想失去修妍，这种永远失去无法弥补的遗憾，会比现在痛苦万分的。告诉我，敖哥在哪？以免孤独，为何我在这里却感觉更加的孤独？那是因为7万年前有一对双生兄弟，哥哥为将众魔封印在九渊煞域之中，冰解之后，内丹破碎。修妍，好好活着，走！弟弟不忍哥哥就此消失，千辛万苦将1半的内丹寄于自己体内，从此一体共生。此楼不叫瓮中楼，而是叫修妍楼。修妍，幽冥界有这样一个规定：凡求见幽冥王者，必带灵力充沛之物来修妍楼换取回客力。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延续哥哥的内丹。敖哥陛下，可想起些什么了？
你讲完了吗？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，但与我何干？你走吧。等等，陛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前尘一往，画境三生，快听！秀妍，你干什么？从今以后，好好做你自己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气起来了吗？秀妍。秀妍，你为何这么傻？如今九院的结界愈发脆弱，我们想要进去倒是不难，难的是如何保证进去之后，结界不会因此而破裂。一旦破裂，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封住九渊？修岩曾经以冰解之法修复过九渊结界的裂缝，他或许知道一些。这是修岩的手札，所有重要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记在上面。封印九渊煞域之法，以乾坤台所诞生的神君本源为基，可重新弥补结界，再取真神神元为锁，便可加固封印封禁九渊众魔。真神神元，难怪庆龄千年前一定要取缘起的神元，可如今缘起他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啊？要乾坤台所诞之神的本源，那就来取我的。虽然比不上真神，但只要能多封你魔神一日，只要能救出修岩。竟敢给我下套！元神剑，看我把你劈成柴！疼！我身上那些好的不学，这些灌人百日罪的坏手段，学的倒是挺快。元起，还好我了解你，特地叮嘱元神剑，若久不见我，便以感应寻来。这一次去九渊，不仅仅是为了救你，修岩也在里面。你与修岩守护了我们这么久，这一次，我们是一定要去的。修岩之事，元神剑方才告诉我了。现在又有敖哥助你，我也拦不住你。既如此，一起冒个险吧。
混沌之初，这世界本为一体。祖神不想这世间过于寂寞，便取了神界的一部分，化作下界。此时下界还充满着混沌之气，于是祖神便将混沌之气分为了现在的仙气、妖气与幽冥气，再以三界之高的地喜为始，铸成界碑。自此三界气息分明，互不干涉。从此三界诞生，分体而立。仙气、妖气、幽冥气，本就是混沌之气分离而化。若是三气合一，也是混沌之气。没错，只要将三界的界碑撤除，三气合二为一，即便没有真神神元，依然可以封印9元。幽冥王，这便是我寻得的办法。你乃是幽冥之主，只王印，便能移除界碑。这确实是三界诞生至今都未曾发生过的大事，它会让幽冥界气息变得混乱，幽君无法修炼。不过这万年来，我作为这幽冥之主，威严肯定压得住，但是仙妖两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仙妖两界我自会想办法，只要你同意，倒是等我消息。三界同时撤出界碑，只需1刻钟，便能让三气合一。我相信你。真好，我们4个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在一起了。等日后所有事情都平息了，我们倒是可以经常在一起，听听风，看看雨。如今我们妖界、幽冥界2大宝物都已拿到，只差天地喜了。明日我便去找师尊，请天地喜，届时三界气息合一，混沌封印9元。但如今华叔晋升魔神，下落不明。华母又曾说过，他要得到天界，我担心华叔会对地喜出手。天地喜只认天地，并非谁想拿就能拿得走的。也是，但我们还是多加小心。